着火的木屋内突然传出了女孩的求救声，听到的大卫扔掉手里的包，快速跑了过去。虽然此时浓烟已经布满了小屋，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推门冲了进去。看到一位女孩被绑在了房间的椅子上，他迅速冲进火场为她解开绳子，还让她屏住呼吸，避免吸入更多的烟雾。眼看大火马上就要把这里吞没，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女孩救了出来。然而刚走出木屋没多远，两人就倒在了地上，逐渐失去了意识。当大卫再次醒来的时候，女孩正在眼前直勾勾地盯着他。 Are you awake? 大卫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包，女孩想知道那包里有什么，他却又支支吾吾地说没有什么。 You better breathe. 听到女孩的夸赞，大卫笑了，这是他这么久以来第一次学会微笑。就在这时，女孩的母亲走了过来，她温柔地亲吻大卫的额头，表达了对拯救女儿的感谢，还承诺愿意用自己的一切来报答。女孩的父母想帮忙联系大卫的家人，却发现附近的人都没听说过他，而大卫也不愿透露任何家人相关的信息。这个12岁男孩的身份变得越发的神秘，夫妻俩也开始变得十分警惕，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问他是不是在说谎。男人那习惯性的手势和不断靠近的样子，不禁让大卫想起了曾经那些可怕的回忆。几天前，大卫还在1000多公里外的保加利亚改造营，他从小就生存在这里，每天重复做着劳累的苦力活，在他身上几乎没有一件好事发生，这让他小小的脸上写满了沧桑，也让他忘记了怎样微笑，甚至一度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每当大卫遇到各种困难时，都会有位名叫约翰的教授陪着他。他告诉大卫，只有活着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大卫有了逃离这里的想法。这天晚上，面色凝重的他静静聆听着一个男人的话：今天晚上是你逃跑的唯一机会，你要根据我的指示逃出营区，然后将这封带着火漆印的信件送往丹麦。这一路注定十分艰难，但你一定要铭记2件事。第一，营地之外的世界固然更加宽广，但也暗藏着许多的危险，一定不要相信任何人，这样才足够的安全。第二，这封信一定不能提前拆封，否则随时就会面临生命危险。大卫将这些话全都默默地记在了心底。当他再次朦胧醒来，睡在对面的约翰似乎正在对着他点头致意。他知道时机已到，遵照自己内心声音的指引，带上那封极度重要的信件后，他便开始了执行自己的逃亡计划。借助卡车的掩护，他顺利躲过了戒备森严的巡逻兵，接着来到了布满电网的围墙下。当看到暗处的信号，就意味着电网会断电30秒。在此期间，他要迅速翻越电网。大卫鼓起勇气向上爬去，完全顾不得刀子扎进皮肤的疼痛。等他前脚刚一落地，电网就再次闪起了火花。可还没有跑出去几步，身后就传来了士兵的吼叫声。他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等他回过头后，才发现士兵们只不过是在互相争吵，并没有发现夜幕中的小小少年。他快速冲进了一旁的树林，按照计划挖出了一个藏在树下的包裹，里边有一块面包、一把小刀与一个指南针，还有一块背后有着悲伤故事的香皂。收拾完物资后，大卫根据指南针找到正确的方向。在冷清的夜色中，只有一个男孩孤独奔跑的身影。他必须在今夜成功逃出保加利亚，但一块面包并不能够支撑他星夜兼程的狂奔。在发现一排车队后，大卫没有放过这次搭便车的机会。上车之后，他就躲到了车厢的最里边。一会的功夫，早已疲惫不堪的他就沉沉的睡去。再一睁眼，已是天亮。货车也即将驶出边境，这时突然有一队士兵前来查车。看着眼前这些身穿制服的士兵，大卫心中顿时紧张不已，于是趁他们不注意，提前跳出车外，就这样幸运地躲过了一劫。但瞬息万变的状况让他顾不得歇息，只能继续一路狂奔，直到黑夜，直到来到了边境线上。但这一次他并没有那么幸运，高高的围栏与不间歇的电网成为了他通往自由之路上的绊脚石。凭借着超强的求生欲望，他快速在围栏下挖出了一条希望之路，但最终还是被巡逻的士兵发现。就在士兵赶来的最后一刻，他成功的穿越了边境。然而等他回头，却发现那封信却掉落在了坑中。千钧一发之际，他回头拿到了那封信。这时他与士兵只隔着一层薄薄的铁网，好在他们不敢对别的国家境内开枪。伴随着不远处信号弹闪过的微光，大卫终于到达了第一站希腊。接下来就是想办法渡海前往意大利。他来到附近的港口，趁人不注意，顺着粗壮的缆绳爬上了前往意大利的轮船，接着快速躲进了一个适合隐藏的货舱内。紧绷的神经让他难以入睡，手上那封神秘的信件就是他唯一的希望。等他好不容易进入梦乡，梦境中出现的神秘女人正对着他微笑，或许是自己记忆中的母亲。可每次他睁开眼睛时，只有约翰的身影出现在面前，陪伴着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磨难。大卫哭着对约翰说：“我办不到，我一定会被发现。”然而约翰只是笑着回应道：“只要你善于隐藏在人群之中，那么就一定可以做到。世界上有充满善意的地方，你总会与之相逢。现在这是一场属于你自己的征途，终点便是善良和自由。”可约翰终究不过是大卫的一场梦。次日早晨，他就被一名喋喋不休的船员吵醒。
好在他在改造营中接触过多种语言，这才让他轻松地听懂了那个船员的话。他说海船不能私藏偷渡者，转身就准备去向上级举报。情急之下，大卫拿出了身上的小刀，精美的苏制小刀让船员非常的满意。虽然没有忽悠到大卫手里的罗盘，但他还是答应了帮助大卫隐藏。前提是在进入港口之前必须下船。经过一段时间的航行后，轮船来到了港口附近，船员给大卫套上救生衣，接着用绳子把他送到海面。海水的潮汐会自动将你送上海岸。虽然大卫嘴上说着不怕，但从未见过大海的他，在接触到海面那一刻还是无比紧张。幸好约翰给他的信念使他支撑了下去。当次日从海岸上醒来，这里的景色与印象中的改造营截然不同，空旷的山坡与如宝石斑碧蓝色的海平面似乎都在庆祝大卫重获新生。他几天的奔波感在美景中荡然无存，他终于可以在阳光下沐浴，大口吮吸着自由的空气，好好洗去在改造营采石场的灰尘痕迹。突然，一架飞机从头顶呼啸而过，大卫紧张地想要进行躲避。他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远远没有结束，接下来还要一路向北出发。一段时间后，他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小镇，这里虽然没有身穿制服的士兵，但周围人们的眼神让他感到很不舒服。那句话开始在耳边不断地重复，外边的世界处处都是危险，不要相信任何人。所以他只能一边小心翼翼地赶路，一边尝试着寻找一些吃的填饱肚子。当路过一个面包店时，老板热情地把他请到店内。当得知他没钱买面包也没关系，只要你愿意在我的店里帮忙，就可以换取面包吃。老板对他唯一的要求是要面带微笑地接待来店里的客人。可在改造营中长大的大卫，记忆中似乎没有露出过一次微笑，他也根本不知道应该怎样去笑。看到他那呆滞的表情，老板转身向面包神圣伊丽莎白抱怨道：“世界上竟然还有不会微笑的人。”随后他又送了大卫一张圣伊丽莎白的卡片，希望他能得到面包神的庇护。当交代好一切事情后，老板表示要去拿一些新鲜的面包，可转头却和门口的警察交谈起来。警惕的大卫马上看懂了一切，他知道制服代表着什么含义。当老板带着警察来到店内时，他便找准时机快速地逃了出去。逃出面包店后，他顾不得腹中的饥饿，开始不停地拼命地奔跑。那些痛苦的记忆像是一把无形的枷锁，停留在他的心底，好像永远挥之不去。一段时间后，精疲力尽的他跑到一处荒凉的树林，一个踉跄摔倒在地，随后开始不停地翻滚，直到撞上了一棵树才算停了下来。然而指南针却因此彻底损坏，这让剩下的路程变得更加困难。失去方向的大卫不知道该往哪走，只能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在林中打转。看着自己被困在此地，大卫又回想起那些不堪的往事。军官把改造营中的所有人集中起来，只为了找一块遗失的香皂。可后来发生了什么很是模糊，只记得那一天听见了子弹上膛的声音。被回忆击中的大卫又回到了现实，他默默地向圣伊丽莎白进行祈祷，目光看向远处的天空。没想到圣伊丽莎白好像真的显灵了，大卫突然像是得到了某种指引，慢慢地爬到一棵大树的顶端，由此看到了出口的方向，再次踏上了一个人的旅途。当来到一个小镇后，他被一只狗拦住了去路。或许是连小狗都看不惯大卫的窘丧，一边叫一边在他身后不停地追赶，直到他被逼无奈地爬上了高墙。没想到他因祸得福，养狗的奶奶及时出现，不仅帮大卫赶走了狗，还不由分说地交给他一篮子美酒，让他将这些酒送到前边的农场，说着还再给他2枚硬币当做跑腿的报酬。听到有钱可赚，大卫一路小跑，很快就完成了任务。看着农场上举行的狂欢派对，他实在不敢想象这样美好的生活是否真实存在。可农场主并不待见这个愁眉苦脸的小孩，大卫也只能灰溜溜地离开。路上，他在地上捡到了一块破碎的镜子，只想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愁眉苦脸，不招人待见。当看到前方不远处的一个商店后，他对着镜子开始练习起了微笑，希望能得到别人的喜欢。只是从未笑过的他，笑起来有点不太自然。本来是要保持微笑买点果腹的东西，结果却被老板以为他是内急找厕所。肚子饿得咕咕叫的大卫也顾不得这些，直接说出了自己的要求：我要这个那个，还有那些全部给我打包。本以为是来了个大生意，没想到大卫的浑身上下却只有2毛钱。以为拿自己寻开心的老板瞬间大怒：你为何不直接买下我的整个店铺，然后把我还有我的老婆孩子都送给你算了。 Yeah, lost. 大卫只能落寞地离开。橱窗内那黄白相间的书籍似乎见证了他的每次百折不挠。街上幸福的母子总能让他想起自己的母亲，如果他也有家人的话，应该就不会在大街上挨饿了吧。一直以来，不论是刮风还是下雨，他向来都是独自承受。那些痛苦的回忆也在雨水的冲刷下逐渐变得鲜明。母亲直到消失前还在呼唤着他的名字。约翰说的对，只有活着才能改变事情。他必须把身上的信送到丹麦，才能解开身世之谜。随后他只能继续奔赴在路上。刚走出小镇没多远，遇到了一对正在争吵的夫妻。他们的车子因为没油只能停在半路，然而2人谁都不愿意跑腿去附近的加油站加油。好心的大卫再次当上了跑腿工，他带着油壶来到加油站，接着在加油工的小电驴的带领下成功返航。路上的大卫在加油工身后张开了双臂，
像是一只准备翱翔的雏鹰。在这一刻，他的内心开始动摇。或许外边的世界还是有很多信任和美好等着自己。成功将油壶交给夫妻后，大卫也获得了一笔不错的报酬。这次不仅可以饱餐一顿，还买了满满一大袋子的食物。吃饱后的大卫重新上路，穿过一段阳光斑驳的林间小路后，累坏的他趴在地上就睡着了。没多久，被一只可爱的小灰兔叫醒。在小灰兔的带领下，他又再次确认了要走的方向。又赶路一段时间后，他来到了一片向日葵的花海。金色的海洋在稀疏乌云的遮盖下依然显得美不胜收。如此美景让大卫脸上的阴霾也慢慢的散去了一些。又穿过一片密林后，他看到一个天使般的女孩正跟2个小男孩在阳光下玩耍，他们有着他难以理解的快乐。孩子们的家是一家豪华的庄园，大卫只是趴在墙上看了一眼就被人拽下来打了一顿。他奋力地挣脱男孩后赶忙仓皇逃走。来到水边的大卫才发觉鼻孔冒出的鲜血，他厌恶这些象征着仇恨、象征着伤害的血，于是拼了命的想要把血迹擦去。可即便是用那一块珍贵的香皂，也没能洗净他暗红的内心。气急败坏的他直接把香皂扔进了水里。之前每当遇到问题的时候，他都会向约翰求助。既然活着才能改变事情，为什么我们不用这条捡来的命试着逃出去呢？每当这时，约翰都会表示我害怕了，他们都不想再担惊受怕。现在的大卫想不通，明明自己已经逃了出来，为何内心还会时不时的泛起恐惧？还没等他想明白，身后着火的小屋便传来了紧急的呼救声。大卫奋不顾身地冲进火海，将里边被困的女孩救了出来。由于女孩是城堡主的女儿玛利亚，他也因此来到了这座美丽的城堡中。玛利亚对他表达了真诚的谢意，不论是谁，舍命救人就是最崇高的信任。玛利亚天使般的笑容让大卫终于理解了微笑的含义，也因此放下了自己的所有戒备和顾虑，开始拥抱这个美好的世界。昨天揍他的男孩也并不是什么坏人，他只是将鬼鬼祟祟的大卫当成了小偷。在得知他救了自己的妹妹后，男孩对他献上了最诚挚的歉意。这正如约翰所说的那样，世间的恶意往往源于差异。大卫奇怪的行为会招致误解，但玛利亚伸出的右手足以打破所有的顾虑。这种难以言喻的信赖和温暖，正是在暴力和封闭的环境中长大的大卫最为渴望的东西，也让他渐渐地明白自己要学着融入这样的环境。但此刻的他依然不太相信，世间真的有这样的美好的东西存在吗？他告诉玛利亚，自己曾经见过很多恐怖的人和事，这让玛利亚觉得他好像对世间美好的东西一无所知，或许是想让他了解一个更加完整的世界。玛利亚带他来到了父亲的书房，满屋子的书籍和画作瞬间吸引了大卫的注意。最让他感兴趣的还是房间中的一个地球仪，他想知道丹麦在哪里，没想到从这里一路北上还要经过瑞士和德国。就在这时，玛利亚的父母来到了这里，他们很想知道勇敢的大卫的家在哪里，可习惯于掺杂着手势问话的男主人却把大卫吓坏了。他也知道他们并没有恶意，只是他不知道要经过多少次的沐浴才能洗去在劳改营内那些痛苦的回忆。看着眼前的香皂，大卫终于想起了那场悲剧的起因，是他偷偷拿走了军官办公室的一块香皂。他只是想让营中的同伴们洗个干净的澡，没想到却引起了一场血雨腥风。对于在劳改营偷东西，军官打算杀一儆百。大卫紧紧地握着香皂，不断地颤抖。约翰发现后，直接把他手里的香皂抢了过来。这一切都被一旁的军官看在了眼中，但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开枪解决了约翰。猛烈的枪响声将大卫拉回现实，他明白自己必须尽早到达丹麦，因为自己身上背负的不仅仅是一个任务，还有约翰以及全营同伴的希望。他换上自己破旧的衣服，将那张圣伊丽莎白的卡片放在了玛利亚的枕边，希望她能保护这个善良且美丽的姑娘。他感觉自己不配拥有这些美好的东西。就这样，大卫再次踏上了前往丹麦的路。一路向北的他来到了一座看似繁华的城市，没想到这里的阶级斗争反而更加尖锐。看着街上一群游走反抗的群众，大卫并不理解这种做法的意义。然而无辜的他还是被卷进了这场纷争中。一个士兵以为他是反抗者，将他抓进车中关了起来。无助的他本想拿出那封信安慰自己，却发现信口的火漆印已经被打开。本以为任务已经失败，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信封里竟然是自己的身份证明，上边记录着自己详细的信息。这让迷失多年的他终于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也重新燃起了完成任务的决心。趁着士兵与其他人扭打在一起，他连忙用手上的绷带拉开了门把手。等到士兵上前想要抓回他时，他早已经从车底逃向了另一边。此时他终于不是为了送信而去丹麦，而是为了追寻自己的自由。即使早已跑得精疲力尽，他还是努力地挤出了一个释然的微笑。这时身后突然传来急促的鸣笛，转头一看，竟是那个曾经放走自己的船员。或许这就是时来运转，大卫成功搭上了免费的顺风车，顺利地来到了米兰。告别船员后，大卫继续朝着目的地出发。又经过一段长途跋涉后，他来到了一个风景如画的湖边，在这里遇见了一位正在作画的老奶奶。画家的眼神总是十分犀利，只是一眼，苏菲就读出了大卫脸上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悲伤，这不禁勾起了他的创作热情。于是大卫就成了他的模特，
苏菲看着面前的大卫，不仅一动不动，还无比沉默，一言不发。于是苏菲好心的提醒他，画画的时候是可以说话的，你要相信我的实力。但大卫只是表示自己不知道说些什么。苏菲对此很是无奈，但她还是尊重了大卫的想法，同时也很想邀请大卫去他家吃顿午饭。但是很遗憾，自家远在边界那边的瑞士。大卫一听，这不是刚刚好吗？去丹麦的下一站就是瑞士，于是就坐上了苏菲的便车。路上，苏菲问：“你的父母会担心你独自外出吗？”看大卫不愿回答，他也没有继续追问。很快，两人来到了边境的关口，看到身穿制服的卫兵正在检查证件，大卫瞬间紧张了起来，表示自己没有证件，想要下车。苏菲看出了大卫的窘迫，安慰地说：“这里的检查并不严格。”等到卫兵前来要检查大卫的证件时，苏菲则称大卫是自己的孙子，只是出门匆忙忘记带证件了。大卫也配合着挤出了僵硬的微笑。面对卫兵的坚持，苏菲用开玩笑的语气跟他说：“你就通融一下吧，他就是前来此地推翻政府就会离开。”卫兵听到后不禁大笑：“那等你掌权之后，记得给我们涨工资哈。”一个温暖的玩笑就轻松化解了一场危机。随后，大卫跟着苏菲来到了他的家中，看着屋内的画作，大卫仿佛经历了一场灵魂的洗礼。苏菲将新画的大卫挂在墙上，看着画作上自己黯淡无光的眼神，大卫不禁怀疑：难道他人眼中的自己是这般模样吗？苏菲只是轻声地告诉他，画作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欣赏。比如，当我看到你的画像时，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善良但又严肃的孩子，尤其是那一双深邃的眼睛，似乎蕴含着无尽的悲伤。我也只能看出这么多，因为你把真实的自己隐藏得太深了。其实大卫和普通孩子一样，如果不曾经历那些苦痛，或许也会向往未知的美好。苏菲准备了一大桌子的饭菜，还大方地展示着她胸前的吊坠，吊坠里的照片是她的儿子。曾经的一场瘟疫肆虐了整个欧洲，也带走了他年幼的儿子。从那之后，就只有这只猫时刻陪伴在他身边。大卫还从未见过真实的猫，他不禁感叹猫身体的柔软和那神奇的呼噜声，随后将整个头埋在猫的身上，试图感受着世间的神奇与可爱。奶奶看着眼前善良的男孩，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她想要知道大卫的家庭信息。大卫放下了手里的猫，看着墙上自己的画像，他不经意间说出自己没有家，而后又赶忙改口说自己的家在马戏团。苏菲没有继续追问，只是温柔地说：“如果没有地方可去的话，你今晚可以住这里。”可此时的大卫可也不敢停留，但苏菲却表示：“我真的希望可以帮到你。”听到这，他只是恳求奶奶千万不要把自己送回去。听到这些，苏菲并没有感到诧异，而是用带着浓厚善意的眼神告诉大卫：“你不必告诉我任何你的秘密，我保证你在这里很安全，不会有任何人能带走你。”在苏菲奶奶的温暖心灵下，大卫这才意识到自己真的逃离了那个危险的地方。他终于卸下了自己坚硬的外衣，扑进苏菲的怀中，放声大哭。自从自己逃离营地之后，他是唯一一个不问缘由就帮助自己的人。这一晚，大卫睡得格外安稳，他没有在做噩梦，而是梦到自己的母亲亲吻自己。第二天早上，大卫跟着苏菲一起出门，这里的风景秀美无比，空气中夹杂着让人惬意的微风。看到这些，大卫不禁感叹道：“为什么人们会制造出残忍的战争？为什么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坏人？因为我的朋友说过，不能相信任何人。”苏菲听后好像明白了什么。为何初次见面时大卫一脸冷峻？他再一次尝试着帮助大卫走出心魔。如果你不相信任何人，生命会变得毫无意义。这个世界大多数人还是善良的，他们都有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就算是有坏人，我们也不能放弃欣赏他人的勇气，更不能因此让自己变得格格不入，因为这样会导致自己的生活变得一团糟。或许是想让大卫亲自体验这个世界的美好，他让大卫自己去附近转转，之后在图书馆集合即可。大卫终于不再是为了奔波而行走，他又一次看见了那本黄白封面的书籍，可还没等上前追问书名，拿书的人已经坐车离去。教堂中传来一阵音乐声，吸引了渴望得到祝福的大卫。他推开教堂的大门，缓缓走向前。可万万没想到的是，一名军官也跟着他的脚步而来，并且就驻足在他的身边。看着对方腰间的配枪，大卫仿佛又快要陷入痛苦的回忆。但当他想起苏菲的话，他还是鼓起勇气地抬起头，向军官表达了自己的问号。没想到对方原本严肃的脸上顿时出现微笑，他也给予了大卫自己的祝福。这一刻，有关香皂的记忆终于完整。营中的军官看到是大卫拿走的香皂，但他很快就和约翰使了个眼色。最终为了保住大卫，军官只能将枪口对准了约翰。事后军官要被调离这个军营，想到自己无法在暗中照顾大卫，于是他就给大卫制定了详细的逃跑计划，并亲手将装有大卫信息的信封交给了他。只是在恐慌和自责之中，大卫模糊掉了这份悲痛的记忆。在教堂的祈祷歌声中，大卫终于完全地卸下了防备，
世间固然存在丑恶，但同时也会有更多的美好。只有愿意放下从前，才能接受更好的自己。大卫如约来到小镇的图书馆，在这里，他又一次见到了那本黄白封面的书。在苏菲的介绍中，他才终于了解到，这本书名叫《旅途与哀愁》，作者是一位保加利亚的女性。她在书中讲述了自己在战后的经历，丈夫与儿子都已经遇害，而当时负责抓捕自己的一名卫兵，正是她小时候的青梅竹马。最终在卫兵的帮助下才得以逃脱，并伪装身份前往丹麦，成为了作家。当看到书籍背后作家的照片后，沉睡在脑海深处的记忆突然觉醒，这正是自己日思夜想出现在梦里的母亲。大卫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他也终于明白，保护自己的军官正是母亲提起的卫兵。他让自己带着身份信息一路向北，就是为了让自己回到母亲身边。得知真相的苏菲马上带着大卫来到警局，在当地部门的帮助下，大卫终于结束了这段长途跋涉。在机场告别了苏菲之后，大卫坐上了前往丹麦的飞机。他终于不再害怕身边的陌生人。在飞机上，大卫仿佛看到了最后一刻的约翰，正在微笑着点头，向他传递着好好活下去的希望。大卫终于踏上了丹麦的土地，看着身着红裙的母亲一步步来到自己的身边，大卫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思念。I am David. I know. 随后阔别多年的母子二人终于紧紧相拥在了一起。我是大卫室友保罗·费克执导，本蒂博和吉姆·卡维泽主演，上映于2003年的美国剧情电影《成长就像是一场逃亡》。大卫从小在改造营生活，见证过太多的残忍和冷漠，也多次被告诫不要相信任何人。可是他的内心还是善良的，并没有被人性的黑暗吞没。他会帮助受困的路人，会毫不犹豫地冲进火场救人，在一次次的善良中也让自己得到了救赎。一路上的磨难让他成长，最后获得了新生。电影最初的基调是对自由与生的渴望，只要活着就会有希望。这是大卫开始逃亡之旅的心灵起点。自由必须是绝对的，每个人也必须为此不停奋斗。我们都该像大卫一样勇敢地奔赴自由，或许会在追求自由的路上付出代价，但我们不该有丝毫的退缩。影片描述的依然不是一场逃亡，路上固然存在委屈与绝望，但那片热烈绽放的向日葵，那阵吹动脸颊的微风，和温暖而又慈祥的苏菲，都代表着世间晴朗与万物可爱。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大卫，在某些时候就像刺猬，蜷缩身躯，不愿接纳任何的善意。只有当我们打开内心世界，勇敢地去发现生活中的爱与善良，才会活得更加精彩纷呈。好了，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我是鲨鱼，期待与您的下一次相遇。